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。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，谢谢您。舍友说他想脱单，我毫不犹豫地把我妹介绍给他。很快，他开始频繁出入我家。后来，他问我彩礼需要多少，我张嘴就胡说八道。哎呀，5000万就够了，不多不多。下一秒，我银行卡收到信息，沈维安给您转账5000万。我傻眼了，他抱着我喟叹，终于得手了。宿舍聚餐时，沈维安突然说自己想要恋爱了，大家都在起哄，问他看上了哪家姑娘，只有我默默翻白眼。倒不是不希望他谈恋爱，纯粹是因为我最近对谈恋爱这个词语过敏。毕竟上周我刚满18岁的妹妹也谈恋爱了，还把对象带到我面前，光是看到那一头黄毛，我都想当场报警。我妹还恋爱脑地说屁话，哥哥，我是真的喜欢他，你会祝福我的，对吗？我请问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了？他粥煮得特别好吃。黄毛骑着鬼火，嘴里时不时给我蹦出点社会人语录，听得我脚趾都能抠出3室一厅。好说歹说，我妹妹都不同意分手，甚至还差点把我微信拉黑名单，以至于现在的我听不得谈恋爱这3个字。估计我一直没回应，沈维安视线落在我身上。江宇博，你觉得呢？我无语地看了他一眼，你还担心找不到对象？沈维安整个学校公认的男神校草，清冷金贵的模样，虽然一直单身，但表白他的女生都能围着足球场转3圈了。他想脱，不是随时都能脱吗？但是我要求有点高。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话音刚落，沈维安的视线突然在我身上打量，搞得我心里有点毛毛的。我喜欢高一点、白一点、长得好看的。咱们学校校花呀，家里要和我门当户对吧？毕竟我怕他贪图我钱。我金融系系花，他爸可是银行行长，最好还能蠢一点。我终于忍不住放下筷子，你怎么不要个神仙呢？要求这么高。不高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最好得爱运动，喜欢动漫，有爱心，喜欢小动物。沈维安叽里呱啦说了一堆，被舍友打断了。你这说的怎么这么像江宇博呀？除了性别不合适，其他都挺合适。像我？一群人起哄的声音中，我脑海里灵光一闪，直接抓着他的衣服，激动了。我还真有个适合你的。沈维安眼前一亮，我翻动手机，调出我妹照片。我妹妹跟我兴趣爱好几乎一模一样，长得漂亮，爱运动，会看动漫，有爱心。最关键的是她脑子不好使，不然也不会找那个黄毛。看看沈维安，外表家世各方面都是顶配了，能跟他在一起那就是赚大发了。不知道为啥我那么诚恳的介绍，沈维安却表情极度不自然，说话间都带着点咬牙切齿的味道。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妹妹？我担心别人看上她了，所以很少对外说。谁知道这丫头这么没眼光。要是行的话，你来我家坐坐，我安排你们见一面。我以为沈维安会高兴的，毕竟我妹除了眼光不好，其他还是很拿得出手的。但是她却一脸阴沉。行，周末我就去你家坐。明明一脸不情愿，但沈维安似乎还挺重视这次见面的，都在宿舍试了好几套衣服。其他舍友们也忍不住调侃，哟，安哥，你这是坚决要让百哥成为自己大舅哥呀？闻言，沈维安也没吭声，脱掉了上衣换下一件，动作间流畅的肌肉线条清晰可见，腰腹的肌肉随着动作舒展又收紧。不得不说，沈维安的身材练得还不错，让我一个男人都忍不住想去摸2把。但是一想起上次那个黄毛，一副风吹就能倒的身材，我还是默默捏了把冷汗。沈维安，我看你还是别去撸铁了，我妹不喜欢身材太壮实的。是吗？我随口瞎扯，当然了，不是说适量健身吸引异性，过度健身吸引同性吗？闻言，沈维安放下衣服，转身看向我，我吸引你了吗？滚，我可是纯直男。
哦，一般直男都不会说自己是直男。我抓起桌上的纸巾，直接朝他后脑勺扔过去。你还是想想，在我家怎么表现吧。本来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周末的时候，沈维安居然提着一大堆礼物来了。你只是来和我妹见一面，不用准备这么多吧？第一次来你家，我不得准备充分一点。要不说沈维安骚包呢，白衬衫西裤，连头发都是精心打理过的，提着礼物上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上门女婿。只可惜我千算万算，居然算错一步。我妹压根就不在家，她像是害怕我逮她一样，凌晨5点就出门了。我差点气死，反而沈维安没有丝毫不高兴，搞得我突然过意不去，带着人在家里转转。他边走边随口问：你着急给你妹找对象，你怎么不操心一下自己？我自己慌什么？又不是没人追我。谁追你？沈维安突然停下脚步，视线直直落在我脸上。昨天找你问路那个小女生，是3天前找你借笔的那个，还是1个星期前借你饭卡那个？我无语了，你怎么记性这么好？就吹个牛，这人怎么还上纲上线的？我不想理他，但他却抓着我不放，一副刨根问底的模样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肯定喜欢漂亮的呀，温柔一点，善解人意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越说越觉得他脸色变黑了。怎么了你？他深呼吸一口气，笑容十分勉强。没事。带着沈维安在家里玩一圈，都没等来我妹，一直到人走了，我妹才终于也回来。你是不是又去和那个黄毛约会了？他才不是黄毛，我就喜欢他这个放荡不羁的样子。我猛掐人中，保证不会晕过去。反正我就是喜欢他，真爱比什么都重要。你确定？没错。行，既然如此，是你逼我的。于是第2天，我找了个摇着花手的精神小妹回家。来，叫嫂子。我妹看着面前穿着红色旺仔套装的人都傻眼了。这是你女朋友啊，看着比我还小。是啊，昨天刚满18，但是就是你嫂子。闻言，妹妹惊恐的后退。哥哥，你确定吗？你听我说，我不听，我就要和他在一起。等到他过了20岁，公司的股份我会分他一半，让他风风光光嫁进我们家。我给请来的演员使眼色，他心领神会，立马上前。你好啊，妹妹。他伸出手，露出虎口处都快褪色的香奈纹身，看得我妹目瞪口呆。请问你怎么称呼？姓黄，单名一个路。黄路，你和我哥。妹妹话还没说完，黄路脸色一变，当场摇了断花手。你叫我什么？女生叫我小路，朋友叫我露子，男生叫我露姐，你上来叫我黄路，怎么？想死啊！黄路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，吓得我妹当场破防。你从哪儿找来的精神小妹？虽然人是我找来的，但是不可否认，这一刻我也被潮得风湿病都快犯了。妹妹终于忍不住把我拉到一旁去说话。你听我说，她就是一个精神小妹，你到底喜欢她什么？我喜欢她放荡不羁爱自由，你都能喜欢黄毛，我为什么不能喜欢她？此刻妹妹的沉默震耳欲聋。说吧，你们到底要怎么才能分手？不行，我们是真爱，绝对不能分手。小样，哥还拿捏不住你。我转身离开，仍有妹妹咬牙切齿。走，宝贝，带你去约会。黄路点点头，拉着我手低声道：这次我可是付出巨大代价，连夜搜集的社会语录，说什么都要加钱。没问题，等会儿转你银行卡里。果然，网上找的演员就是靠谱。我将黄路送出门，远远还没走几步就撞见熟悉的人影，是沈维安。我心下一耸，坏了，忘记昨晚沈维安走的时候说今天还来。你，沈维安刚要开口，突然注意到黄路挽着我的手，笑容瞬间僵硬。他是谁？他是我找的，哥。我正要解释，妹妹突然从家里冲出来。你是不是非要和他在一起，非他不娶？沈维安听到这话，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
你要娶她？完蛋了，我的一世英名算是毁于一旦。当着我妹的面，演戏还得演全套，我只能咬牙承认，是，我要娶她，说什么都要娶，谁也不能阻拦我。算你狠！妹妹大吼一声，哭哭啼啼跑回家，场面顿时乱作一团，我只能让黄璐先走。至于沈维安，你昨天不是说你喜欢漂亮的吗？这个也还行啊。不知怎么地，面对这样的沈维安，我莫名有些心虚。你的审美真是不敢恭维。沈维安突然冷了脸，甩下这句话转身离开。而我赶着去哄我妹，也只能明天回学校再去解释。妹妹早就回房间哭泣了，我只好站在门口交流，不哭了，行不行？这样吧，你跟那个黄毛分手了，我就跟他分手。真的？妹妹终于打开门，当着我的面给黄毛说了分手，并且把人删了。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，这一天天的叫什么事啊？哥哥，我还是觉得好难过，怎么办？我舍不得他。妹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给我看得直翻白眼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说了你就不会喜欢他了。什么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对上我妹的视线。其实他克你。那一瞬间，妹妹的眼泪终于止住了。你想想啊，你们当时怎么遇见的？我摔倒了，他把我扶起来，哥哥你都不知道，当时所有人都无视我，只有他来扶我。干，死恋爱脑！你傻吗？你穿高跟鞋没有10年8年，也有3年4年了，怎么可能在平地上摔倒？怎么偏巧他路过你就摔了？这还不能证明他克你吗？妹妹瞪大眼睛，语气都开始犹豫了。好像是爷。你想，和这种人在一起之后，你能获得什么？只能学会一种技能。什么？分身术。我微笑着搭上妹妹的肩膀，说不定某天你就东一块西一块，下水道一块，冰箱一块，厨房一块，衣柜一块。至于那个男的，唯一的作用就是帮助警方缩小范围。妹妹吓得不寒而栗，我安心极了。估计经此一事，未来几年都不会再想谈恋爱的事情了。我心满意足，哼着歌回房间，刚把钱给黄璐转过去，就接到他的电话。老板，不带这么坑我的吧？你有对象，为什么不找你对象解决？我刚才都被吓死了。说什么呢你反正都要吓你妹妹，你直接把男朋友带回去，和带一个精神小妹回去，效果是一样的。我听了一头雾水，只能听到黄璐在电话那头哀嚎。你要是早说你男朋友要来，我说什么也不接你这一单，你这不是摆明了要坑我吗？你先说说什么男朋友？刚才你家门口那个帅哥不是你男朋友吗？好家伙，我刚走没多久，那个小帅哥就追上来盘问我，从姓名、年龄到家庭地址，我都以为我遇上警察了。沈维安，他死死地揪着黄璐不放干什么？反正我都跟他说清楚了，我就是拿钱办事的，你是不知道他刚才的样子，就跟正宫娘娘抓小三一个样。说完电话就被挂断，徒留我一个人一脸懵逼站在原地。你为什么去凶人家女孩子？我刚把消息发出，就收到沈维安的回复，你找我兴师问罪。本来我只是好奇你的眼光为什么差到这种程度，顺便想见识一下这位小姐有什么过人之处，给你把关而已。好正经的理由，居然一时半会找出毛病。难道我们的感情，我帮你把关都不行？兴师问罪的人，莫名其妙变成了沈维安。我下意识回复，当然可以，毕竟我们也是舍友嘛。况且万一你和我妹妹成了，就算我妹夫了，以后也是一家人。消息发出去，那头就显示正在输入中，只是一直没收到消息。难不成沈维安还打算写篇小作文来赞扬我？算你狠。于是沈维安突然开始不理人了，以前买早餐还会顺带帮我带一份的人，现在突然就开始发脾气了。就连另外2个室友也凑过来问情况，你跟安哥吵架了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平时打游戏坑我们骂你的时候，安哥都帮着你说话，你昨晚连坑我们4颗星，2毛都快骂娘了，安哥屁都放一个。仔细想想，似乎也有点道理啊。
但是我真没惹他生气啊，难不成是我上次用他的外卖优惠券被发现了？有点尴尬，但还是老实主动的道歉吧。于是下午上课，我特地跟上沈维安去教室的步伐，坐在前排。要知道，平时我都是睡到上课前10分钟才从宿舍出来，去教室也是往后坐，直接和二毛他们打游戏的。这次为了沈维安坐前排，我也是拼了。走进教室的时候，我已经气喘吁吁，不知道沈维安这小子犯什么毛病，察觉到我跟着他就加快脚步。我当然也不能惯着他这毛病，我也走得飞快。去教室的路只需要10分钟，愣是被我俩竟走到5分钟。你什么毛病啊？有什么你就说，大老爷们这么别扭。沈维安没吭声，我突然注意到他穿了件无袖的上衣，手臂的肌肉线条十分好看。哎，你手练得不错呀，怎么练的？喝蛋白粉了吗？我刚刚伸手摸了一把，沈维安就跟看到黄瓜的猫一样，立马炸毛。你别碰我！怎么了？又不是女人摸你，你反应这么大做什么？我敢保证，沈维安绝对有点毛病。但是作为好室友、好兄弟、好父亲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眼看着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开始找位置坐下，我还没思考到合适的破冰方案。同学，身后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，一转头就看到校花正笑脸盈盈地看着我。我想和沈维安同学坐，请教他几个问题，你方便和我换个位置吗？是我想多了。不行，不太方便，你可以下课再问。我连中午觉都不睡，就是为了来坐沈维安旁边，所以只能对不起了。可是校花还想说什么，沈维安一句老师来了，他只能咬咬牙转身离开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觉得沈维安的心情又好了不少，光是压抑不下去的嘴角都能看出来。难不成学习有这么开心？这就是学霸的世界。你为什么不让他坐我旁边？不会是觉得我耽误他的爱情了吧？因为我想坐你旁边，我想和你把话说清楚来着。后面话还没说完，老师突然叫了我的名字，江宇博，下面这个问题你来回答。我连问题的都不知道，更别说回答了。正想随便蒙一张写着答案的纸条已经放在我面前。沈维安将纸条放在我面前，旁若无人地看着前方。凭借这份答案，我勉强混过去，还得了2分平时成绩。既然如此，以后你都跟着我做，别去后面鬼混。我有意见。我脑子一抽，立马摇头。摇完我就后悔了。我还是想在后面跟二毛他们打游戏来着。好不容易挨到下课，我只想赶紧回寝室睡觉。沈维安这种学霸，自然要抓住老师还没离开的机会去问2道题。我跟着二毛他们刚走出教室，就被校花拦住去路。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和沈维安坐一起？我只是想和你换个位置而已。校花咬着下唇，看得我心头一紧。不是，因为我当时想和他说2句话。你们是室友，平时有什么不能聚在一起说的，非要在上课的时候吗？校花正要控诉我，突然话语一顿，你们该不会是一对吧？什么玩意？话音刚落，周围的人都停下脚步，目光直直落在我身上，就连二毛也瞪大眼睛看我。不是说好的兄弟吗？你们怎么偷偷好上了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冤枉啊！可惜校花完全不听我解释，眼睛一红，擦擦眼泪就离开了。就连旁边路过的同学都在默默感叹，不容易啊，这年头帅哥都内部消化了。WTF， 我真的很冤枉。旁边的二毛一脸看好戏的样子看我，回寝室之后立马给我找了链接。这什么呀？我扫了眼上面的标题，差点把手机扔出去。同性恋程度测试，国外超火的，你也试试吧。滚！什么东西啊？我直得很，况且这东西又看不出什么。不可能，这个据说很准，你试试吗？二毛非拽着我试试，输入基本情况后就是50多道题。你这什么玩意？你平时的床是凌乱和整洁的，这和个人卫生有关系，和是不是同性恋有什么关系？
有的，很多 gay 的床都干净得很。二毛话音刚落，我的眼神也不自觉扫向沈维安的床上。当初沈维安成为我们寝室的室长，就是因为这小子相当爱干净，就连周末宿管阿姨不查寝，他都要把自己的被子叠好，桌上的东西也摆放整齐。你试试吧，真的很多人都说很准。实在拗不过，我只能低头开始看题。正好沈维安拿着书回来，二毛也招呼着让他做一次。只是大家都不好奇沈维安的测试结果，就赖在我身边。你诚实点，别耍赖，你哪里没拒绝过女生？上次给你送早饭那个不就被你拒绝了？我那是不想人家女生破费。两个跟在我身后的人全程监督我答完题，我何德何能摊上这俩卧龙凤雏？交卷看看结果。我点击提高，心跳都加快了几分。下一秒，寝室爆发了惊呼：100%隐藏 gay， 百哥没看出来啊，你藏得真好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准。我怎么可能是呢？二毛闹完我，又去看沈维安。沈维安神情淡定，大方亮出手机，100%纯 gay。寝室突然安静了。二毛拉着另一个室友果断向后退，视线在我们身上来回打量，你俩不会真在一起了吧？放屁！我正想让沈维安解释两句，一转头就看到沈维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明明是和往常无二的眼神，却突然让我后背发凉，一种不好的预感在我心头蔓延。沈维安不会真的是同性恋吧？这个问题困扰在我心里，以至于我发现自己的心态都偷偷有了变化。以前还能跟沈维安勾肩搭背的走，现在他伸手给我递个东西，稍微碰到手，我都会立马收回来。难不成我被掰弯了？我垂死病中惊坐起，大喊不妙。为了摆脱这一局面，我决定去谈个恋爱。只是当初大一大二的时候不积极，还拒绝了好几个。现在大三似乎没机会了，小学妹都有对象了，同年级忙着实习，学姐忙着毕业，接连约会好几个，都是不了了之。好不容易遇到中意，还没聊两句，对方含羞带怯地看着我：你可以把沈维安的微信推给我吗？干！我这么一个活泼开朗的大帅哥站在你面前，你不喜欢，非得喜欢那个话少的是吧？眼看着约会好几个都没机会，我甚至都开始怀疑我老少通吃的魅力是不是消失了。直到这天在球场打篮球的金融系系花江琪突然给我送了瓶水。你也要沈维安的微信？不是，我是想要你的，这瓶水也是给你的，我关注你很久了。江琪将水塞在我手里，还从包里拿出纸巾说要给我擦汗，吓得我连连后退。实在是周围围观的路人太多了，这么亲密对大家都不好。水我收下了，谢谢你呀。不用谢，我可以在旁边观战吗？我觉得你篮球打得真好。我挠挠头，小声说了谢谢，一扭头就发现沈维安正面色阴沉地盯着我。本来以为是错觉，直到我3次运球被抢断之后，终于察觉过来，这小子在针对我。一瞬间的胜负欲上来，我开始死守着沈维安不放。你今天是存心跟我过不去是吧？怎么，你打算在人家面前表现一下？什么跟什么呀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沈维安已经突破防守，投了一个漂亮的3分。一场球打下来，我起码被针对了7、8次。江琪被朋友叫走了，临走前还塞给我一个小零食，说是补充体力的。我刚拿着零食回来，就被二毛起哄：可以呀，歹哥，风采依旧，这可是季花哎。沈维安站在不远处，眉头紧皱看着我们。你今天这么针对我干嘛？平时也不是没在一起玩过，唯独今天他非要抓着我不放。你跟江琪不是聊得挺开心的吗？还收了人家的水，有水喝，还打得这么差。原本积压在心里火气被瞬间释放，连带着我的语气也重了不少。怎么，你喜欢他呀？你喜欢他，你去追呀，水是他自愿送的，我收了又怎么样？你要是不高兴，可以去找他呀，跟我说有什么用？场面瞬间变得剑拔弩张。沈维安放下水，走到我面前，对上我的视线，
江宇博，你真是笨蛋！我靠，说话就说话，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？我和沈维安又一次陷入冷战。虽然这次事后我就不生气了，毕竟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何必伤害3年的同学感情？想了想，我还是决定和沈维安缓和关系，晚上约人去酒吧喝酒。消息刚刚发出去，对方就同意了。很好，看来这一次台阶他愿意下。本来还约二毛他们几个，结果一到晚上，不是去约会，就是去打游戏。最后只有我和沈维安2个人在酒吧大眼瞪小眼。今天这件事情是我不好，是我情绪上头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还没打好草稿，沈维安倒是先开口，我只能顺着他的话往下说，没事，只不过你要是真的喜欢江琪，可以去追呀。我不喜欢他。那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？你喜欢谁呀？沈维安看了我一眼，正要开口，突然有人扑到我面前，小帅哥，一起喝一杯吧。刺鼻的香味扑来，一个雌雄莫辨的人，带着酒气和廉价香水混合的味道扑进我怀里。小帅哥，你长得可真帅，一起喝一杯吧。不是，你先松开我。别装了，小帅哥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跟我一样是 gay。扯什么犊子呢？面前的 gay 跟个八爪鱼一样贴在我身上，勒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把他松开。幸好沈维安站起身，拽着人后脖领把人给拉起来。谁让你碰他的？沈维安的脸色阴沉的吓人，那人一见这副场景，瞬间软了语气。对不起，帅哥误会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一对，就是想来打个招呼而已，不好意思。谁告诉你我们是一对的？眉毛下面挂2蛋，只会眨眼不会看啊。先把我看成 gay 就算了，居然还说我和沈维安是一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谁让你们动我老婆的？有人大吼了一声，随后好几个膀大腰圆的大汉冲到我面前。那个小 gay 就像是看到救星一般，立马冲过去，老公，他们欺负我。好家伙，恶人先告状。大汉扫了我们一眼，立马撸起袖子向我们走来。年纪不大，还想着撬墙角，是吧？今天不教训你们一下是不行了。不是，大哥，误会。见情形不对，我赶紧求饶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逞强是不对的。少说这些没用的。大汉一挥手，身后几个男人也脱掉上衣，露出胳膊上的纹身。我正要说话，沈维安突然伸手把我往他身后拉。我拖住他们，你报警。我探出头看向几个大汉，大哥们，饶了我们吧，咱们都是一条道上的。闻言大汉都笑了，说你是混那条道的。我沉吟了一瞬，坚定地开口，坚定走社会主义特色，建设美好新中国的道路。全场都沉默了，就连旁边围观的路人都站起身。我弱开口，大哥，你不是。看看旁边的群众都站起身了，大哥要是不承认，估计会被当作50W 抓起来吧。行，算你们牛逼。走。大汉指向门口，我立马拽着沈维安往外跑。跑出酒吧之后，我才忍不住大笑，还是我厉害吧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你这招确实厉害。眼看着酒也没得喝了，我们只能回学校，结果刚刚走了没2步，身后就传来脚步声。小心！沈维安及时推开，我被推倒在地，亲眼看着身后的大汉抄起铁棍，重重砸在沈维安的背部。我一下就气疯了，妈的，敢下套阴老子，非得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我环顾四周，找到了2根水管，立马拿着水管反击。几个大汉估计都喝了不少，脚步都有些漂浮，以至于没在我们身上讨到多少好处。但是对方终究人多，我们也没占上风，直到酒吧门口的保安察觉不对，赶紧制止我们。没事吧？把人赶走后，沈维安赶紧来扶我，我刚要站起身，小腿却疼得使不上劲。原本高高兴兴去喝酒，最后小腿绑着绷带回去。反正都受伤了，我干脆回家躺尸，在家里瘫着。沈维安除了背上的淤青之外，只有脸上有点擦伤，估计那个壮汉看他长得好看，故意往他脸上揍。第2天，他就提着东西来我家登门拜访。
为什么你每次来我家都打扮得特别隆重？我瞧面前的人都恨不得穿一件西装来了，来你家当然要打扮一下了。切，骚包！我正想伸个懒腰，不料又扯到小腿上的肌肉，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，想想都生气。要不是那个小 gay 贴上来，大汉说不定还不会来找茬。这些同性恋怎么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？沈维安站在我身边，半晌都没说话，只是眼神直直盯着我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江宇博，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，我也是同性恋。我愣在原地，许多话积攒在喉咙里，无法说出口。真的，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，我也是同性恋了。虽然一瞬间有点震惊，但是仔细想想，似乎也并不是无法接受。不对呀，你是同性恋，那你还找女朋友？这不是耽误人家好姑娘吗？我还差点把我妹妹推进火坑里，想想都崩溃。我只说我想谈恋爱了，我有说我要找女朋友吗？他说的好有道理，我居然无言以对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家彩礼多少？你想干嘛？都同性恋了，还想对我妹下手，过分！一气之下，我瞎话脱口而出5000万，一次性支付，并且不退不还，以后结婚还得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见沈维安沉默了，我得意地看了他一眼。我是绝对不会把我妹往火坑里推的。你确定？当然。话音刚落，沈维安突然掏出手机，低头不语。尾号3042，这个是你的卡吧？我突然心里涌现出不好的预感。你想做什么？没什么，银行卡单笔只能转50万，回头我去银行给你转。我直呼卧槽，你还真要娶我妹呀？沈维安身体一僵，看着我的眼神居然有种在看傻子的感觉。我苦苦劝说，江宇博，我都没见过你妹妹，我娶她做什么？那你没看出来吗？我想娶的是你。我感觉自己的大脑短路了，对上沈维安的视线，许久才反应过来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居然想泡我？我没把你当过兄弟。说着，沈维安就抓住我的手，急得我赶紧往后蹦。不行，我纯大直男，绝对不行。你确定？沈维安的话让我一僵。要是以前，我说不定都一拳打过去了，但是现在我居然沉默了。难不成我真的被掰弯了？江宇博，你是真的把我当成兄弟吗？说着，沈维突然抱住我，10秒钟，咱们都别动，问问你自己，你只是把我当做一个朋友吗？我被他紧紧抱住，短暂的抗拒之后，就像是定住一般。虽然我朋友不少，但是平时却不喜欢过于亲密的接触。二毛那些人跟我勾肩搭背的时候，我都会下意识躲开。为什么今天却没有抗拒的感觉？江宇博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遇到一个喜欢的人，本来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难道要被性别束缚住吗？我没吭声，原本还想说什么，直到房门突然被撞开。哥，我听说你受伤，你没？妹妹站在原地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你们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说着，妹妹立马关上房门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把沈维安推开。我，好好的兄弟变追求者，打得我措手不及。大概沈维安看出我的窘迫，只说让我好好考虑一下，明天再来看我。我站在2楼的落地窗前，一直看着人离开，直到妹妹端着水果进来看我。你想说什么？她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，我心中就有了大概。说不定这会她已经给爸妈告状了。刚才她下楼的时候我撞见了，就是不知道该叫什么好，所以我想问问，我应该叫她哥哥还是叫嫂嫂？你就不觉得别捏吗？有什么别扭的？爱是无性别的呀。怎么我妹的接受能力比我还强？难道真的是我太老了，接受不了现在的世界？我要是真的找个男的回来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不会呀，找男的还是女的，你都是我哥，我相信爸妈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妹妹的话让我醍醐灌顶，我想花时间去认清自己的心意，但是沈维安突然家里有事请假，未来半个月都不来学校。
石膏拆掉后，我瘸着半条腿去学校上课。下楼梯的时候，二毛实在看不下去，伸手扶了我一把。手刚刚碰到的那一刻，我立马把他手甩开。不是，百哥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昨天洗过澡的，手上绝对干净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，又想起沈维安。之前朝夕相处不觉得，但是最近没见着人，想念的频率倒是直线上升。我不会真的被掰弯了吧？越想越可怕，整整3天我都在思考人生。直到晚上，江琪给我打电话约我去逛操场。前几天听说你受伤了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你呀。江琪点点头，目光时不时落在我身上。江宇博，你觉得我怎么样啊？好啊，毕竟学校里江琪也算是不少人心中的女神。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都约你出来见面了，就是想问问你的心思。对上他的视线，我猛然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往后退。江琪愣在原地，疑惑地看着我。对不起，你很好，只是我们不太合适。可能沈维安真的说中了，我们的感情早就不是普通朋友。想清楚这件事情后，一切都变得明亮许多。人生会遇到这么多人，但是遇到喜欢的人何其不易，性别又这么重要呢？只是最近沈维安似乎很忙的样子，还是等他回学校以后再说吧。沈维安是半个月之后才回来的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，面容十分憔悴。回宿舍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睡觉。要不要晚上给你带个饭回来？我凑过去查看他的情况，话音刚落，他突然转过头看我，这么关心我，难不成想通了？滚！我只是担心你死在宿舍里面，我可不想用这种方式来保研。好吧，是我想多了，晚饭不用带了，我想好好休息。沈维安这一觉直接从上午睡到了晚上，直到晚上我尿急起来上厕所的时候，下意识看向沈维安的床铺，床上已经空无一人，一开门就看到在阳台打电话的人。沈维安一手插兜倚靠在墙边，双眼紧闭，不知在思考什么，就连我走近都没发现。深夜总是格外宁静，以至于我能清晰听见电话里面女人的声音。你妈，我都是为你好啊，你总想着跟我唱反调是什么意思？国外的学校我都联系好了，你去镀层金多好。还有上个星期跟你吃饭的女孩子，人家很喜欢你呢，一直在要你的联系方式。爸爸妈妈唯一的心愿就是看着你成家立业了。电话那头还在絮叨着，沈维安睁开眼睛，看见我站在门口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口说了2句就挂掉电话。你听到什么？你要去国外？我俩同时开口，沈维安沉默了一瞬，还是点点头，可能会去。想说的话哽在喉咙里，到最后也只能化成2个字：挺好。之前所有的想法都在此刻覆灭。如果沈维安真的要去国外的话，那我的想法如何应该也不重要了，反正他都要走了。想是这么想，但我心里还是止不住憋屈。眼看着我都要想通了，你居然要跑了。越想越生气，连带着我看沈维安又开始不顺眼，不仅跟他过不去，也跟自己生气。以往周末我还张罗着去网吧打游戏，或者他们去打篮球，但是这个周末我只想回家待着，坚决不和沈维安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。百哥，这么着急回家呀？是不是腿还没好，回家补补啊？二毛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，话音刚落，沈维安也看过来，你腿还没好？没有，好多了，能跑能跳的。将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我走出宿舍，但是沈维安却一直跟在我身后。一直跟着我干什么？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重新审视他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合适。不可能，你在撒谎，我能看出来。怎么，你还是测谎仪呀？我没再理会他，转身走出学校，司机早就在门口等着了。上车以后，我立马让司机开车，沈维安就站在不远处看我，神情落寞又委屈。车驶出很远的距离，他还是站在原地，在人流中僵持，直到身影消失。我像是胸口被人压住一般，突然觉得喘不过气。一个晚上
我都心不在焉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第二天顶着2个黑眼圈下楼的时候，妹妹正坐在餐桌前吃早餐。周末怎么想起回来了？你不和嫂嫂出去约会吗？没有嫂嫂。你们吵架了？妹妹突然凑过来，视线在我身上打量，你的黑眼圈都快掉在苹果肌上了，看来真是吵架了，并且是很严重的那种。我懒得理会她，随便扒了2口早餐，转身回去继续睡觉。只是刚刚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没一会，房门就被打开，脚步声清晰传来。死丫头，男女授受不亲不知道吗？你进我房间不知道敲。我坐直身子，却发现站在我面前的不是我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一大早沈维安就来登门拜访了。我想找你聊聊，但是你微信不接，电话不回，所以我只能来你家找你了。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，有什么等我睡醒了再说。我拽着沈维安往外走，走到门前却发现房门打不开。刚才你妹妹带我来你房间的时候，我看到她手里还捏着一把钥匙。我他妈！话音刚落，门外传来微弱的笑声。不好意思啊，哥哥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嘛，遇到事情总闷在心里面是不对的，所以你干脆坐下来和嫂嫂好好聊一聊吧。门我反锁了，你别想着打开，我先去给你们倒杯茶。好家伙，我直呼666，这妹妹真的不是别人家的吗？请问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了吗？看着沈维安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有什么好说的？反正你都要出国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怪我没跟你说清楚，出国是我妈妈的意思。前段时间回家也是在说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已经和他们说清楚了，我没打算出国。没打算出国？那你还和其他女孩子去吃饭呢？江宇博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吃你二大爷！只可惜沈维安已经换了副表情，整个人都一副沉浸在喜悦中的样子。你就是吃醋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心里是在乎我的，所以你才会在乎我会不会出国，有没有和其他人吃饭，对不对？我似乎找不到观念来反驳他，因为就连我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，我不是因为吃醋，不是因为在乎。江宇博，我喜欢你，我非常肯定。之前请假，其实是因为我向父母说了这件事情，他们很生气，所以将我困在家里，逼着我去相亲，逼着我出国。但是我都想好了，这件事情上我绝对不会退步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必须在一起。他说得很坚定，也许这件事情他真的做好了准备。我也不是缺少勇气的人，沈维安，要是我发现你将来欺骗我，你就死定了。沈维安终于露出笑容，兴奋地扑过来抱着我。什么时候去银行？我让人准备把彩礼钱打给你。滚！明明是你的嫁妆，好不好？他也没计较这件事情，只是一直抱着我不放，直到门外传来敲门声。请问你们吵完了吗？要不要喝点水？那你先把门打开。一开门，门口就只剩下泡好的茶水，至于人早就不见踪影，估计这小妮子担心我揍她，早就跑了。沈维安干脆赖在我家不走了，除非我愿意和他一起出去约会，否则绝对不会离开我半步。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居然这么会耍无赖？没发现吗？但是你不就是我耍无赖追到手的吗？滚！我怒骂一声，突然发现不远处的草丛里还有个正在偷窥的人。看什么看啊？作业写完了吗？我又不是故意偷看的，路过。说着，妹妹拔腿就跑，速度跟兔子一样。一转头就发现沈维安含笑看我，别用这种表情看我，特别的欠揍。是吗？那我以后再也不敢，毕竟你现在揍我，应该属于家暴了吧？滚啊！我一脚踹上去，沈维安赶紧躲开。本来说好的在花园看看落日，结果演变成了我们的追逐战。也许生活就是如此，许多事情都无法按照既定的路线去走，但是生活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那份变化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谢谢大家。